大家好，我是龚一鸣，又见面了。这个系列我会记录制作开源大气水发生器的过程，边做边拍，不定期更新。我们在上一期介绍了一个初始的实现，这个实现只完成了一半，而且问题很多，我们需要通过迭代来改进。首先是稳定性问题，上次的实现非常不结实，在拍完照片没几分钟就自己崩坏了。主要是水管比较硬，弯曲的时候应力很大，生生把水箱那层的胶崩开，这完全没法进一步实验，我只能先拆掉。虽然说可以改成螺丝固定每一层，但这个应力的存在始终会是个影响，短距离的弯曲根本没法做，造成设备小不下来。既然是因为水管不适合弯曲，那就让水管只走直线，买专门的直角接头来完成转弯，这样就很简单的消除了应力的问题。第二个问题就是手工操作太多，热交换器需要手工缠绕，因为水管口径不一致，还得踢胶带、接转接头，所有的壳子都需要用纸板手工制作，虽然每次也就花几十分钟，但是可复制性很差。做一个需要这些时间，再做一个还要这些时间。用胶粘同样也有不结实的问题，这里干脆用上 3D 打印，重新设计一下，先有个水箱的底座，两边有用来固定的螺丝孔，直径 4.5 毫米，可以让英制的8号或者公制的 M4 螺丝穿过。注意下方要留一个空洞，一来可以省材料，二来装水箱的时候可以方便排出空气。再打印一些这样的水管适配器，一边有螺丝孔，另一边可以插入1/2英寸直径的 PVC 管，用螺丝把它们装起来，水箱从上方装入。水泵也有个底板，也接到水管适配器上。安装的时候发现水管适配器的牙会挡住水泵的螺丝孔，所以特别打了一个7料1角的。水泵用出水口向下的方式安装，固定的塑料条还是原来的，只是改成反着装，用英制的4号或者公制的 M2.5 螺丝固定到底板。水箱的出水口用一个很短的水管直线连接到水泵，水块和制冷片也放在一个 3D 打印的容器里，接口朝上，上面有个挡片，通过卡槽固定住，底面可以让电线通过。这些 3D 打印件我都是用 FDM 的打印机 PLA 的材料来打，需要和其他零件配合的地方都需要留出 0.3 到 0.6 毫米的容差。一开始没注意这个，出现了不少零件塞不进去的情况。这里还需要一个用来放这些设备的平台，这个平台是一个平面上带一些安装孔，但我的打印机打不了这么大面积的，我用的是中密度纤维板 MDF 来做，大小是20×30厘米，这种板比较容易加工，钻孔之后用细砂纸打磨一下，去掉毛刺就行。水块和制冷片的部分直接拧在平台上，水箱和水泵的部分用 PVC 管架高，这时候才发现不同批次的 PVC 管内径差别还不小，以至于水管适配器在有的 PVC 管上装不进去，有的太松，但是外径的差别小很多，所以把水管适配器改成从外泡进去的设计。打印一批，把前面的大部分换掉了，剩下几个需要的话再换。适配器内部的边缘要倒角，方便水管安装。水泵出口的管子经过2个直角接头后接到水块入口，水块出口经过一个直角接头连到热交换器入口，热交换器出口最后经过一个直角接头回到水箱入口。这部分比上次稳固的多了，可以进行水循环测试。再看看上次没完成的热循环，这个循环就是把制冷片的热端产生的热带到热交换器，被吹过的冷风带走。这和电脑里的水冷流程完全一样啊，所以为什么要自己做热交换器？直接用电脑水冷用的散热器就行了。就这么个东西，水管接头也是8毫米的，可以直接接水泵，省掉了转接头和胶带，一边可以接风扇。这个散热器直径是12厘米，远大于 1/2 英寸的管道。不过现在有 3D 打印机了，设计一个适配器就行。这个适配器比较大，打印了5个小时。在打印完整的之前，还做了2端截面的测试，也得打印2个小时。不过第一个散热器端的测试确实发现边缘有缝隙，调整尺寸后才解决。其实我最早的设计比这大得多，打印一次要12小时以上，后来持续优化形状才减少到5个小时。另一种方法就是用矿机常用的12厘米转4英寸的风扇接头，接上4英寸转1/2英寸的转接头，这2个都是现成组件，
但是大小和重量都远超 3D 打印的。这个风扇的电机是12伏的直流无刷电机，比起上次用的那个5伏的有刷电机，能去掉 flyback 二极管，也能和水泵、制冷片一起都用上12伏的电源。两个风扇，一个正装一个反装，保持气流方向一致。不过这个风扇功率比原先的大了不少，现在峰值的总功率接近36瓦，在进气口的风扇上还能进一步加上一个滤网，解决空气过滤的问题。这也是个电脑用的空气过滤组件，打开可以更换滤网。如果觉得过滤灰尘的还不够，可以用空调用的静电滤网，或者 MERV13 的高效滤网，剪一片大小合适的加进去。撑脚也得重新设计，改成用水管固定件，把水平那一段拧到 MDF 的平台上，平台中间切个洞，让 T 型接头可以穿过去。平台下面装上水管适配器，再套上 PVC 管作为撑脚。其实还有一个需要 3D 打印的，在收集水的瓶子和水管 T 型接头之间。按说只要外部适合于 T 型接头的螺纹，内部适合于瓶子的螺纹，就能紧密连接，防止漏水。但 T 型接头用的是 MPT 的螺纹， Fusion 360不支持，用 Coil 工具手工做的螺纹总是不太匹配。更糟的就是瓶子的螺纹根本找不到参考尺寸，更是拧不上。所以我又买了个3面都是光滑的 T 型接头，打印了这么个盖子，套在 ABS 管下面，组成装水的容器，旁边还有个槽，可以插入水位探测器。把这些改进都合起来，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迭代，以 PVC 管作为框架， MDF 作为平台， 3D 打印架作为连接适配，手工仅限于接管子和钻孔，比原先的紧凑得多，可复制的能力好了很多，也稳定得多。一旦完成了电路部分，就可以开始整体测试。因为清除支撑实在太麻烦，也太费材料，这些模型都特意设计成不用支撑结构的，需要小心调整角度和悬空的长度，也因此需要把很多零件分开打印后组装。左右两边实际上也是2次小迭代，一个零件打好之后，总能发现一些还能进一步改进的地方，在打印另一边时就能加入改进。比如前面说到的水泵的底板，螺丝孔会被挡住，另一边的水泵就把安装孔往前挪了1厘米，避开遮挡，也因此重心更平衡，底板还能更小。既然2个循环都用了全套的电脑水冷套件，那下一步就是加上 RGB 灯。No, God! No, God, please, no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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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，绝不加 RGB 灯。下一期我们来完成控制电路，欢迎继续收看，再见。